本来说不讲这个关于以巴问题，特别是在美国大学校园发生的这些抗议活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让我没有办法忽视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本来在美国你去进行抗议活动，这是大家的日常啊，骂美国政府也是大家的日常，不缺我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问题，或者是两岸问题，或者是国际关系上边。毕竟在这方面涉及到中国的很多人是不敢说话的啊。经过这个中国各种各样的审查、威胁，我觉得这一块是更稀缺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把精力放在这边，而不是讲美国内政。毕竟美国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办法啊，自己有自己的这种发声的渠道。而且人家看问题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互相之间他们也有自己的博弈，轮不到我这个对美国一知半解的人去深入的谈美国问题。可是我看到了，很遗憾的看到了有一些人他们仍然上了大外宣的当，就是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在宣传，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所谓学生的运动遭到了警方的镇压啊，好像美国也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自由民主，美国也是一个独裁国家，人民没有最基本的自由，你有什么资格去批评我们中国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说这是肖问红说的也就罢了，可是我看到连反对共产党的人居然也在这么讲，那就很搞笑了，对不对？我看到比如说在这个 ins 上面有一个账号叫公民日报，我不认识他们的人啊，我相信他们跟我们的理念都是相同的，至少他的说明当中写的是追求自由民主，但是结果他发出一个照片跟大外宣没有两样，他写的内容是上面是这个中国的清零政策啊，就是白纸运动，在白纸抗议的时候上海的样子啊，有很多的这个遮挡，下边是在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在纽约大学的抗议活动结束之后，就是这个大楼贴了很多的木板，他拿这个作为一个相提并论啊，故意的去比较，好像美国跟中国一样没有言论自由似的。这是大外宣干的活，然后一个自称自由民主的账号啊发这样内容，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反串，你是不是大外宣装的，对吧？但是因为看过他之前发的一些东西，我认为应该不是，他不是伪装大外宣，他不是坏，而是真的蠢。所以我看到之后，我就不得不要站出来讲话了，没有办法了。大家如果说聚焦在中国问题上，对，去批评共产党，去批评这些独裁国家，挺好 ，OK。你非要涉及到以巴问题这么复杂的一个，涉及到几十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一个无解的问题啊，你非要去一头扎进去啊，然后还拿美国跟中国做比较，这能一样吗？就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真的觉得很无语，就感觉这都是猪队友啊，就是我，所以我忍不住在底下留言，我说本来不想说你们，但是上面这个图，中国是没有抗议的自由的，抗议者都被抓进去了，对吧？他是不允许你在街头搞抗议活动的。可是美国呢，是允许你抗议活动，但是只是不允许你去破坏公物，去闯进这个人家私人的领地啊，或者是砸坏人家的玻璃，所以他贴了一个板儿，这能一样吗？一个是防止人们抗议，另外一个是防止人们抗议时砸玻璃，这能够放在一起来比较吗？只有共产党大外宣才这么做呢，才会模糊焦点，偷换概念，然后说美国没有言论自由。今天我就好好讲讲这事儿啊，是美国没有言论自由吗？美国没有言论自由，为什么现在到今天为止啊，光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校园里边的抗议活动，安营扎寨，今天已经到了第10天了，他还是有在安营扎寨，他还是有人在抗议，还是有人在这静坐，这些人不是还在那儿待着呢吗？有把他们清场吗？没有。所以说我们要破除几个迷思，特别这些迷思从来都是在中文媒体上流传的内容啊，就是我们要清楚知道在美国现在在校园里面发生了什么。第一，就是美国政府没有禁止大家去游行抗议示威支持任何的势力，不管是支持巴勒斯坦还是支持以色列，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的实际动作去禁止大家发声。这件事情我们要先摆明，这跟中国是有本质的差异 OK。 那第二，那有些人被警方所谓逮捕了，或者是带走了啊，那这个是因为有这么几个原因啊。
主要原因是美国警方他有执法权，他必须要执法，而这些人他们认为是触犯了法律。比如说你到了一个私人领地，这是人家私人的住宅、私人的地盘啊，包括一些所谓的私立大学，你去破坏秩序，比如说阻止有些人进来，或者是阻止有些人出去啊，或者是阻挠人家上课，或者是甚至之前也经常会出现什么把这个高速公路给拦了，那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触犯了法律，而美国或者是任何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是法治社会，那么你既然触犯法律了，就要依法惩处，这么简单，对吧？所以这些人是触犯了法律，比如说学校就可能会报案，说有一群不明人士闯入我们这个校园里边，去破坏了我们校园的秩序啊，而且危害了师生的安全，已经威胁到了校园的日常的秩序。另外还有就是有些学校它有自己的 Code of Conduct， 就是学校的这个最基本的规则规章制度啊。那你这个作为学生，你到这个校园来学习，等于是你有这样的跟学校有这样的默契，对吧？你要遵守这样的一个学校的规章制度，否则的话就要学校有权利去处罚你。就像谷歌公司之前开除28名员工，人家企业是要赚钱的，不赚钱怎么养活这些员工？你倒好去直接妨碍这个企业的生存，阻碍你的同事办公，那凭什么我还要给你钱而让你去抗议我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考虑到，你要抗议，政府没有说不能抗议，但是你抗议你不能够侵犯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对吧？你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甚至引起这个公共利益的损害。所以被开除你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你被学校开除是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你被警方带走、被警方逮捕 arrest， 你是违反了这个国家的法律。但是至于他最后会不会起诉这些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但是呢，至少警方是有权利把你带走的。而那些遵守法律的、和平的集会、游行、示威的那些人群，没有被镇压，没有被带走，他们到今天为止还在校园里，还在各地在上演这样的这种抗议。请问今天你在北京、在上海、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你能看到举着白纸的人吗？看不到了吧？所以这完全是两回事。然后你直接就把两个照片啪抛上去啊，然后做了一个对比。什么意思？你这不是在暗示美国跟中国一样没有自由吗？这不就是大外宣干的活吗？然后这些所谓自由民主的人士替大外宣去干了这个活，我觉得他们应该去找中宣部要经费。这个就看到真的让你很无语，就是猪队友蠢到这种程度。当然有可能有人就是怀疑这所谓的小编可能就是被共产党收买了，那也没准啊，反正共产党是到处收买的，统战经费大把的那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他们不是坏，而是蠢而已。但是蠢还是有救啊，多看看公子视频就好了。但是坏是没有救的，因为你的立场或者你收了对方的钱，所以你会做一些哪怕你自己可能都不认同的事情，那就没有办法，谁也说服不了谁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头脑，就是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你想传播什么样的理念。而以巴问题不是你可以简单的把以色列就是坏的，哈马斯或者是巴勒斯坦就是好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就代表了自由民主，这个以色列就代表了独裁专政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实际上巴勒斯坦或者是哈马斯背后恰恰就是全世界压迫人民、奴役人民最厉害的专制独裁政权。然后你说我支持巴勒斯坦，你是不是支持他巴勒斯坦背后的伊朗、中国跟俄罗斯呢？因为今天以色列背后是美国呀，是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民主国家呀，然后跟他对立的哈马斯以及巴勒斯坦背后却是独裁专制的国家。那你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巴勒斯坦，那你等于是在支持一个专制独裁势力，然后你又说你支持自由民主，这不是相互矛盾吗？就是这些人的脑袋不清楚啊，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你可以看到，就是天天的自己打自己脸。我从来没有说以色列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美国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对的 ，OK？ 或者说他们做的很多事情没有带来伤害，并不是这样。但你要看得更全面、更细致一点，你要了解一下以巴问题不是简简单单的非黑即白。你去看美国校园里的这些学生，我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有这种理想主义的热情啊，但问题在于他们对这个以巴到底发生什么，或者历史渊源，或者是今天的整个国际政治格局完全不了解。他们看到了加沙地带有很多的平民因为战争导致身亡，导致受到伤害，然后他们就觉得以色列是坏的，巴勒斯坦是好的。
这不就是盲人摸象吗？只摸到一块儿。你可以不认同以色列在对抗这个哈马斯恐怖分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行为，对吧？可以，但是在立场上，你应该坚决地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而反对恐怖袭击，反对恐怖组织，反对这些恐怖组织背后的专制势力。但是很遗憾，看到这么多的学生啊，美国学生抗议人士，结果他们拉出的这些横幅啊、标语啊，他们讲出的话呀，他们给出的他们的看法啊、理由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完全是模糊不清的。Free Palestine 一个口号就好像解决一切了。Free from who？ 你现在巴勒斯坦怎么能够让他 free？ 谁让巴勒斯坦不 free 的？不就恰恰哈马斯吗？不就恰恰是恐怖组织吗？有这样的恐怖组织，天天的想着发射火箭弹，天天想着把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啊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巴勒斯坦怎么可能 free 得了？我就问，以色列面对这样的一个势力，天天想着把犹太人杀光的势力，怎么可能没有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而当用强硬手段对付他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没有伤及平民？而你又怎么保证这些平民不是被哈马斯来利用的对象呢？总之，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以色列是哪儿也不会去的。OK， 你不可能喊这些口号就可以把以色列铲除，但是你喊这口号却增加了恐怖主义的分量。那么实际上反而不是在帮巴勒斯坦人，而是在害巴勒斯坦人。我其实一直没有讲这个事情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很多的美国人在讲这个事情讲得很好了，就我觉得不需要我再讲的了。但是有可能很多人不懂英文或者没有关注这些内容，所以可能我还得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我看到 Billmer 美国的一个主持人，他讲得非常好。他看到这个现象，他个人认为就是很多情况下觉得这些抗议者，包括学生，包括这些民间的团体组织，他们好像更在乎的是自己，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死活。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都是跟我自己有关系的，就是我要去表现自己，维护正义，表现自己拥抱自由民主。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支持的是什么样的势力，这个势力背后的复杂性，对吧？这个地区的复杂性他都不知道。他要表现自己，有这种表演欲，或者是他要通过喊出这些 meaningless 的口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这些口号本身代表了什么？如果你真的按照这种口号去执行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们不管，跟他们没关系。反正他们不生活在那里，反正他们现在在享受美式的自由民主啊，不愿意去中东，不会跟这些巴勒斯坦人同甘共苦啊。所以他们完全讲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支持巴勒斯坦，他们反而在害巴勒斯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首先你巴勒斯坦人到底支不支持哈马斯？支持不支持恐怖袭击？如果你支持恐怖袭击的话，你被以色列报复，难道不是求仁得仁吗？如果你不支持哈马斯的话，那你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讲出来。就算你不敢讲出来，在美国的，在全世界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些想帮助巴勒斯坦人，也应该讲出来反对哈马斯。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一场活动，它上面写的是反对哈马斯，全部都是用哈马斯的口号，不停地强调以色列多么的残忍，多么的无情，是一多么坏的国家。他们讲这些话，连在以色列生活的那些巴勒斯坦人，那些阿拉伯人，他们都不会同意。其实在之前以巴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就讲过，做了这么大概2-3期节目，大家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的生活，确实在约旦河西岸等地，有一些阿拉伯人可能会受到以色列的这种欺压，或者是更严格的限制，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自由被剥夺，对吧？但是你要想到为什么，你要想到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反对恐怖主义。但是实际上在以色列生活的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他们是能够享受，至少享受比在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享受更多的权利。比如说在会场有一个传单，上面写着说要进行这个大起义啊，全球范围大起义，就让我想起了感觉像这恐怖分子的圣战。下面写着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结束帝国主义。你听这个词啊，就非常带有马克思主义特色。什么叫做帝国主义啊？你支持一种革命，请问这革命怎么能够实现？你得依靠其他国家提供的枪炮资源，对吧？那其他国家是不是帝国？支持你的伊朗是不是帝国？中国是不是帝国？今天的俄罗斯是不是帝国？对吧？他们实际上都是帝国呀。他们通过渗透到这些地方去支持某些势力，去搞乱这个地区，去给以色列，去给美国添麻烦，对吧？
他们难道不是一种帝国主义吗？是吧？你说你要通过革命来干翻帝国主义，结果呢？共产党就是这样。共产党靠的是苏联，苏联难道不是帝国主义吗？后来他们共产党自己都说这是当时中苏决裂之后，中国骂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所以你跟我说我要通过革命然后推倒帝国主义，这也就蒙蒙那些政治小白。我肯定会问你这革命怎么来的？你是不是靠帝国主义，对吧？你依靠帝国主义去 end imperialism 去结束帝国主义，这不是可笑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这些学生啊，这个所谓的学潮啊，倒没有那个程度。我倒认为，今天呢，我们要清楚到底在美国发生了什么。首先，我做一个总结吧，就是第一，美国没有禁止这些年轻人，包括任何人去支持巴勒斯坦，去反对以色列啊。美国是有这样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是有集会、游行、静坐、示威的权利。这个基本权利没有被剥夺，这是第一点啊。第二，那有些人被警方带走，那是因为他破坏了法律，侵犯了别人的私人领地，或者是扰乱了秩序，阻止他人进出，警方是有执法责任。第三，就是他们所谓的抗议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以巴问题。之前有2个女孩不是接受媒体采访，她都不知道为什么来啊，只是大家说来一起抗议啊，一起来帮助别人，他就来了，但是具体干什么、什么事儿啊，他都不知道。别人喊口号，他也跟着喊啊，这种情况也是大有人在。我们看到的被媒体放大的这些人，实际上仍然是极少数。就是我看到有人就讲了，说他们学校4万多学生啊，他目测了一下，也最多200人左右在这抗议，这是极小的一个比例啊。但是因为被放大了，当然这200人之外，还有加上很多社会人士啊都进来了啊。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是一些民间组织，而这些民间组织背后的经费哪来的呢？是不是某些帝国主义来的呢？对吧？然后让你们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他们就是不知不觉地充当了某些势力的帮凶或者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在冷战时期，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有用的笨蛋啊 ，useful idiot。useful idiot 在美国按比例来讲仍然是极少数，只不过因为他们产生了串联啊，很多大学之间有这样的串联，形成了一股风潮，好像代表了美国年轻人的主流，大学校园学生的主流，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很多情况下是媒体给它放大了，因为只有这个事情才能让大家感兴趣。你其他的一些事儿很正经谈论这些以巴问题啊、研讨会啊什么，就他们很懂，但是没人看，对吧？但是不懂的人，他们可以搞这些行为艺术啊，跑到马路上去拦截汽车，或者朝这些世界名作去泼墨水、去泼油漆，这样的话可以吸引眼球啊，引起大家的兴趣啊。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些做法到底能带来什么？他们不管，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想帮助别人，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的去帮助别人，他们就只能是病急乱投医，或者是像无头苍蝇一样讲一些能够吸引眼球的空话大话。我相信这些年轻人等他们进入到社会了，有了一点责任感了，他们知道养家糊口了，可能慢慢就会成熟起来啊，也会反思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多么无知，但是有多么的有激情。好，这期节目今天先聊到这儿吧。至于以巴问题不是我们谈论的重点，我觉得真正你要去谈的话，也不能聚焦在所谓的这个平民伤亡的问题上，应该把这个看得更大一点。你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把它放在一个今天中西方或者专制阵营和自由阵营大对决的这么框架当中去审视，我觉得才能够看得更清楚啊。Problem is we've now got a catastrophic loss of life in Gaza, and you're sitting here in China where they are managing to paint the United States as hypocrites. You're asking China to stop supplying components, not weapons, components to Ukraine, while you're supplying weapons to Israel. So it allows, it erode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just here in China, but around the world. Don't you think? Well, of course, China will do whatever it will do to distort our policies and to misinform its own people about what we're actually doing, what we're not doing, what we stand for, what we don't stand for. That happens. When it comes to Israel, we've also been very clear tha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srael has the capacity to defend itself. We just saw it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from Iran with more than 300
projectiles, including more than 100 ballistic missiles. Which were that all could have brought done down. Yes, they were all brought down because, in part, we helped provide for Israel's defense, as did other countries, both Europe and in the region. It faces a multiplicity of other threats, including from Hezbollah, including from other Iranian aligned groups. So we're committed to its defense. At the same time, we're also determined to help ensure that October 7th never happens again. But the way that Israel goes about doing that matters greatly. And the fact that so many innocent children, women, and men have been killed or harmed in this crossfire of Hamas's making is gut-wrenching. And every single day, we're working to try to bring the conflict to an end, to try to provide for better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to try to make sure that the assistance that people so desperately need actually gets to them. But you know who else has a vote in this? Hamas. And it's actually extraordinary, the silence around the world about Hamas. The fact that it's as if it's not part of this equation. Hamas could have ended this months ago by putting down its weapons, by stopping hiding behind civilians, by surrendering, by returning the hostages. It hasn't done that. 当然，未来有机会在讲到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也会带到啊。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啊！如果大家喜欢这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还有加入会员可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